2025最新美国恐怖片《异境巡抚》来了，吃人的怪兽从何而来？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话说阿杰捂住脖子上的伤口，不停地奔跑着，一只怪兽就在后面紧追不舍。阿杰好不容易跑到了一片林子里，他在枯树叶里找到一个黑乎乎的装置。怪兽消失了，画面一转，小乔就在同样的这片林子里发着呆，因为他的父亲阿杰在前几天莫名的失踪。他很是想念父亲，母亲正在搬家，他想把这里的房子卖掉。这里对于乔妈来讲是个伤心的地方，然而小乔同样很伤心，但是他舍不得离开这里，因为这里有太多父亲的回忆，因此母女俩正在闹矛盾。反正两人都是慢慢的搬走物品，就像蚂蚁搬家那样。小乔还特意来到父亲的书房，看看有什么物品需要带走的。他打开门惊呆了，他也是很久没进来了。对于房间里悬挂着那些奇怪的手绘符号以及杂乱无章的资料，小乔感到十分的惊讶。这意味着父亲在失踪前一直在研究这些东东。小乔回忆以前房间可不是这样的。小乔不停地看着那些奇怪的手绘稿纸，他无意中在一个纸箱里发现一个黑乎乎的装置和奇怪的金属转盘。这时楼下传来乔妈的叫喊声，小乔就随手放在桌子上，然后下楼看看怎么一回事。原来乔妈只是遇见一只蜘蛛。到了半夜，小乔还在书房看着那些手绘的图案，他想找出一点父亲失踪的端倪，可是一点头绪也没有。最后小乔还是对那个黑乎乎的装置来了兴趣，其实拿在手上把玩着，慢慢搞明白了那个装置有点像望远镜，于是放在眼睛上一看，哇塞，竟然是一副立体多维空间眼镜。小乔觉得很有趣，接着他研究起那张金属盘，直觉告诉他金属盘应该插进这个立体眼镜里。他转动了按钮，金属盘上的数字显示3，这说明金属转盘走了一格，而每一格上面有个透明的玻璃片，也就是说眼睛先是通过立体眼镜上的镜片，最终透过这个玻璃片看见外面的世界。小乔就放在眼睛里看看，哎呀，这里面分明是另外一个场景。这时楼下传来奇怪的声音，小乔手上拿着眼镜就走到楼下看看，下面安静得很。于是小乔拿起立体眼镜看看，照旧是另外一个场景，不过传来母亲惊恐的声音。竟然有一只怪兽要咬死母亲，吓得小乔连连后退到楼梯上，立体眼镜也就跌落下来。总之小乔吓坏了，他还看见神秘的光芒一闪就消失了，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何。这时门外出现了母亲收拾物品的身影，小乔拿着立体眼镜百思不得其解。到了第二天早上，小乔还做了一个噩梦，在梦里怪兽把母亲吃掉，他被吓醒以后就拿着立体眼镜琢磨，这是姨妈梅根发来信息，那是一句丘吉尔的名言，意思是如果你正身处地狱，那就继续前行。这个给了小乔极大的鼓励，他来到了书房继续观看那些手稿。渐渐小乔明白父亲的这些笔记和手绘稿件实际上都是在研究那个立体眼镜的构造，而且还出现了他在眼睛里所看见的怪物的画像，这说明父亲阿杰也看见过那只怪物。阿杰这样做的目的感觉就是他非要破解出来才行。小乔也看不懂，接着把插有金属盘的立体眼镜放在眼睛上仔细看看，这下他有点感觉，里面是那么的逼真。没错，这个场景就是这间房的另外一个陈设。这时楼下传来乔妈的声音，于是走到1楼的楼梯处，突然小乔来了感觉，接着把立体眼镜戴上，哇塞，里面出现的竟然是小乔的一家3口。Daddy? Mom? It's happening. The air was shimmering and I saw. 小乔惊呆了，在他的记忆中根本没有这些个场景。小乔激动地流出了眼泪。这时有人敲门，他就随手把立体眼镜掉落在地上，因为是他的姨妈梅根来看望他。梅根走后，小乔接着研究，他把立体眼镜上的按钮转动了一次。这时楼下出现了一道光芒，乔妈正在上网。渐渐他感觉到后面的异样，回头一看，他惊讶无比，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小乔透过立体眼镜看见了自己倒在血泊之中，分明已经死了。小乔被吓得坐在地上喘气，这时那道亮光消失了，乔妈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就找药吃。小乔再次翻看了父亲的笔记本，上面记载怪物跟立体眼镜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此小乔就整天翻看父亲留下的笔记本。有天他想起了父亲曾经跟他讲过的平行世界理论。
Imagine this is every world in existence. One. Right? Wrong. 然而小乔还是没有把平行世界跟手上的立体相机联系到一起，毕竟她只是位少女而已。她回到卧室，偶然发现把立体眼镜里的那个金属转盘转到某一个格时，竟然还有瞬间转移物体的功能，好几只蟑螂就这样被转移走，至于去哪里了她也不知道。与此同时，客厅闪现一道光芒，接着怪物出现在乔妈的身后，吓得乔妈撒腿就跑。接着有男人喊着小乔的名字，小乔自然把立体眼镜里的金属转盘拿出来，怪物立即就消失了。所以乔妈还是认为自己出现了幻觉。男人叫阿迪，他已经知道小乔拿了立体眼镜，高声告诉小乔那玩意会要了他的命，而且表示阿杰还活着，他曾经帮助过阿杰。这么一说，小乔就想出来跟阿迪见面，问题是他手上还拿着一把长柄斧，阿迪表示这是用来对付怪兽的，然后把斧子扔到地上。小乔这才出来跟阿迪见面，两人一聊之下，小乔这才明白阿迪其实就是不远处的邻居，每次他在立体眼镜里看见的都是平行世界里真实发生的。金属转盘的每一个格子上玻璃片就是一个平行世界，目前他们能看见5个不同的平行世界，也就是说小乔能看见5个不同的自己，这些知识都是阿杰教给阿迪的。阿迪还参与到平行世界的探索里来，怪兽是第2个平行世界里的产物，专门吃人。阿杰就消失在某个平行世界，他还没有死。晚上阿迪来到小乔的房间，他表示自己是来帮助小乔寻找父亲的，只有阿杰才能把怪兽毁掉，因为他去过一个平行世界，在那里他看见怪兽把所有人都杀了。当时阿杰为了救他，就把怪兽引开到树林里，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至于阿杰现在在哪个平行世界，他也不知道。然后阿迪就觉得先从第4格找起，而且提醒小乔这个转盘多次工作以后就会崩溃，所以要小心转动。于是两人来到了第4个平行空间，只要他们一用那个立体眼镜，就会在客厅出现一道光芒，这个是进入第2个平行空间的出入口。过一会怪兽就会跑出来，而乔妈还以为出现幻觉了。与此同时，在第4平行世界，两人看见阿迪的家已经跟废墟没有什么两样，地上还有阿迪母亲的遗体。就这时阿迪听见怪声，两人吓坏了。哇塞，两人转换到另外一个平行空间，逃过这一劫。两人觉得这里也到处都是废墟，估计没有什么好找的。小乔就觉得干脆去第2个平行世界看看，但是遭到了阿迪的阻止，理由是那个平行世界有怪兽存在，这些都是阿杰告诉他的。最早这个立体眼镜是突然出现在阿杰的面前，他在探索其他的空间时被怪兽抓伤过。随后他们转回到原来的空间，小乔希望把乔妈带上，这样救人多力量大。三人拿起了装备，返回到第3个平行空间。在这里他们看见了小乔一家3口，双方都惊呆了，不知所措。一番交流之下，对方也明白了怎么一回事，然而他们一致表示没有看见来自另外一个空间的阿杰。随后万万没想到，这个空间的阿杰竟然用枪逼着小乔把立体眼镜交出来，阿杰就乱用立体眼镜。他按到第3格时，顿时那道光芒出现，怪兽走了出来。弄了半天，这道光芒就是自由进入平行空间的窗口。怪兽打开杀机，阿迪一看，赶紧捡起立体眼镜，再次搞出那道光芒，让小乔和乔妈赶紧离开。随后母女俩来到了第5平行空间，这里也是废墟。突然怪兽从角落里窜了出来，哇塞，这又是来要人命的。乔妈为了小乔的安全，独自抵挡怪兽，问题是这怎么可能啊？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时，失踪的阿杰及时赶到，救出了妻子和小乔。小乔要去把立体眼镜捡起来，阿杰表示只要不拿立体眼镜放在手上，怪兽是找不到他们的。于是三人回到之前阿杰藏身的密室躲起来，这里十分的安全，休息了差不多了。阿杰带着妻女要拿回立体眼镜，
返回原本的世界，先是阿杰引开了怪兽，母女俩就在屋子里翻找，终于被他们找到了，然后跟阿杰会合，按动了立体眼镜上的转盘，他们回到了原本的世界。这时梅根姨妈正在打报警电话，她不敢相信阿杰还是活的。然而奇怪的是，那道光芒出现了，阿杰知道怪兽一定会出来的，就叫大家赶紧上车就跑。可是梅根却忘记拿包了，因为车钥匙还放在包里。瞬间光芒消失，四周死一般的寂静。突然怪兽出现在车旁，砸烂了车窗玻璃，吓得小乔跑出车子，怪兽也跟追了过去。原来半路上小乔不停地按下立体眼镜的转换按钮，造成了时空出现崩溃性的混乱，立体眼镜就把怪兽带走了，所有的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乔妈也不卖房了，无意中小乔发现了那个装有金属转盘的小铁盒，于是就把它埋了。估计要拍摄续集，影片到此基本结束。我认为本片拍摄的很不错，满分5星我给打分4星，这是今年第一部小成本恐怖片的佳作。故事设定离奇，恐怖氛围充满张力，演员的表演都很在线，值得看看原片。好了，谢谢大家的捧场。